可能我不会花钱给一个女生去买包，或者是让她去旅游。什么样类型的女生我是一定不会去选择的。比如说这个女生她特别爱花钱，享受生活，享受主义为主，然后特别不爱学习，特别懒，这一定不会是我的选择了。婚姻是很现实的，婚姻真的是价值交换，找什么样的女人会更稳，而不是你喜欢不喜欢。大家好，我是王秋裤。那么这期视频呢，又是相亲节目了，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新的优质男嘉宾。我叫小超，我是从小在上海长大的，我祖籍是来自于福建泉州，算是新上海人。你是几年的？我是94年的。我觉得是分享一些自己的观点和思维，然后主要是还希望能遇到一些同频的人。我觉得我有很多自己的一些观点和想法，我觉得可以分享出来。之前听你讲，你这个家庭条件还不错啊。我父母是20多岁的时候就来了上海，一直都是做建筑行业，所以在上海拿到了一定的结果，所以他们在一些核心地段买了一些优质的资产，所以我觉得父母比较有商业的这种投资眼光，可能父母不太懂得炒股，所以我觉得他们投资房产是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你也算是个富二代。其实不能这么说，我觉得创二代，因为我父母的话，他们从小给我的家庭教育就是钱要用在刀刃上，就是我从小一直读书，基本上父母很少开车送我，基本上都是骑自行车的。我几乎没有买过奢侈品嘛，就是可能会买一些就是说实用的，就是可能我祖籍来自于福建泉州闽南地区，我觉得有一个点形容福建人就是极度务实。你现在94年，等于是29岁了。对，之前相亲过吗？之前有家里介绍过一些，然后呢自己也有参加过一些相亲的活动和聚会。结果怎么样呢？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核心还是价值观吧，因为我觉得成年人的世界真的是你不能去改变别人，你不做教育，只做筛选，我们只能找到同频的人。还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对，人只会因为有价值才会被爱，并不会因为你想被爱而被爱。所以我觉得我们之间人跟人还是要有一个价值互换，因为走到婚姻这一步了，已经不是校园的恋爱了，能校园谈是很纯真的，出了校园真的就是价值互换。我有什么，我能给什么，我能赋能什么，我未来能承担什么责任，然后你的老婆或是你未来的老公，他更像是你的家庭合伙人。我会考虑到家族的问题，因为我会比较注意的是什么，就是我问了一下身边一些创业的大哥或是拿到结果的一些哥哥，他们就是我觉得有一定资产条件的或者是有一定结果的人，他们考虑的妻子核心最后是为了2个目的。第一个是优秀基因，就是我们生宝宝是不是为了有优秀的基因去。第二个点是财富的有序传承，就是我原来的财富和资产怎么样更有序更稳定的传承，我跟谁结婚会更稳。我们是考虑这2个因素，以结果为导向去倒推找什么样的女人会更稳，而不是你喜欢不喜欢比如说什么样类型的女生我是一定不会去选择的。比如说这个女生她特别爱花钱，享受生活，享受主义为主，然后特别不爱学习，特别懒，这一定不会是我的选择了。我比较喜欢的是比较爱学习的，想上进的。可能我不会花钱给一个女生去买包，或者是让她去旅游，但是我觉得如果花钱让她去学习，我是很愿意的。但这样的话，换作你相亲的时候，这个女生听了会不会觉得你好像太理性了一点？所以我觉得因为走到婚姻这步，你既然都选择去相亲了，本身就没有就是我跟你本来就不认识，不存在感情这一说，所以我们先要去理解彼此的价值观，先用朋友的角度去相处。因为你的老公至少也是你的朋友，你们俩至少先用朋友的角度，我们不要去挑对方的毛病，先去理解对方的价值观，我们去找到共通点，或者是我能给到你更有价值的赋能点，然后我们再去往后去走。我觉得我未必是一个浪漫的男友，但是你可以用孩子父亲的角度去选择合伙人的角度去选我，可能我比较适合实用适用。你谈过几段啊？我之前有接触过2段，然后但我相亲相过挺多段的，观点逻辑不太对，你就不要去浪费时间了。那基本上都是你回绝别人的？也没有，也会有别人觉得我们不合适，因为有些女生她还是抱着恋爱的浪漫和快乐来去相亲，但是婚姻是很现实的，婚姻真的是价值交换。那这个价值交换里面其实有包含几个点，我觉得第一个是物质条件、物质基础。那为什么这么多大爷大妈到人民广场相亲角，大家拿一个稿子，对吧？上面有条件，那这个是物质条件。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可能情绪价值或是软性的，比如说生育价值。生育价值里面包含了什么？外形、身高、长相，还有就是年纪。因为
年纪为什么说很重要？因为年纪是不可再生资源，就你大1岁真的是大1岁了。除了你前面的这些比较理性的、比较长远的这个择偶要求啊，你这个有没有稍微接地气一点的？比如说对他的这个长相啊、外貌啊？我个人会觉得是长相外形，我觉得7分或7分以上就可以了。我不要求说一定是那种大美女，就是朴实，看起来舒服。反而我对于女生，比如说她穿安踏、穿李宁、穿特步，我反而特别喜欢。就是她本身如果不染发，也不做美甲。就是化妆呢，就是化妆可以化一下，就是我从2个价值观去讲。第一个讲的点就是江浙沪包邮区的同学，他们会非常关注女生的名下的资产和条件，对我呢会有一定的思维的影响。第二个点呢，就是我的哥哥他们娶妻娶贤，他们告诉我说，女生家里多少钱不是核心，性格好、务实，家里小康，他父母自己有退休金，不拖累你就可以了，对，不是伏地魔就可以了。我呢，可能内心也会更偏向于哥哥他们说的，娶妻娶贤，贤惠稳定。因为对我来说，女生有房肯定是加分嘛，这是必然项，因为有房子它的好处是抗风险性会比较强一点。那如果他没有房，但是他性格很好，然后长得也比较年轻，那这真的是娶她这个人了。总归2个点要抓1个点嘛。啊，对啊，了解了。